欢迎来到少主离的魔玩频道。今天我们来玩 AT01的这一款钢铁机神补天士的 KO 版本。真的没想到啊，这款竟然有2家在同时出。上次我们在每周刊的消息里边看到，那一家叫 AT 的这个先出货了。我们先来看一下素质如何吧。盒子的这个包装吧，就一眼看上去好像是一个 AI 的图吧生成出来的，这脸感觉好奇怪呀，并没有什么纸品，但是配件的内容跟原版是一样的。小的通讯器也是金属漆涂出来的，手腕替换的圆锯，滚动还是比较丝滑的，透明的材质，但是这一块的渐变喷涂似乎做的不是很明显。同样打开这个盖子，可以把锯片卸下来。2把小枪上面也做了一些金属漆的涂装刻画以及细节点缀。打开这一块的抽拉会显得有一些生涩啊，感觉里边的水口见得不是很干净。另一根的枪口这个伸缩还相对来说比后边的那根好一点吧。2个怼一块就可以组合成这把大枪了。整体来说，密盒的完整性还可以吧。毕竟钢铁机神这个漫画线的角色啊，抽象一点的一个车型，也是比较像是小时候玩那4驱车的感觉，拿起来其实挺有分量的。该用合金的用合金，而且整体的这个用料材质还不错啊，摸起来的手感，包括整个的漆面效果做的也是很润泽的。但是它无法推车，后轮这个地方滚动的比较溜，前轮转起来感觉磨边有一些生涩啊，所以推起来挺困难的。细节的部分，涂装的内容，该用透明零件嵌入的这些地方也跟官方原版做的是一样的，但胸口这一块肯定不能做汽车人的 logo 了。那我们也是来把它变形一下，看一看手感如何。先把这2块盖子掀开，下方这里有一个小扣子卡在腰部的这2个洞里边，模具的精度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对的还是比较准的。然后把这一块整个的往后翻，打开下方这里卡扣双段关节，先把它撬松，轮子对半分，转一转，滑道捅出来，然后往后转，转过来之后卡住它，另外一边也是对半分，挪开，转到后面。好，对合起来，接着把这半个轮子隐藏一下，根部的双关节叠放到位，把这一块的肩膀包上，精准度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，缝隙对的都挺齐。把这2块小装甲片打开，然后2个胳膊揪出来。注意一下这一块的避让，手臂背后的这个炮打开，双关节搓过来，拧正，掀开这一块大的尾翼和脚丫子中间插着的扣眼儿，这一块吧扣子插的会特别的紧，而且当第一次变形的时候往回扣合的时候，这一块也是特别难插的，需要一点力气。双关节把尾翼折开，翻到底盘来，我们开始拆腿部，左右的这2块滑动，合金的零件把它拉开，同样这一块也是很紧的，左右拽一拽拉到头，把这里边的扣子都掰松，然后双腿分开，在车顶后方的位置，这地方有2个插扣，把这里卸松，卸松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拔起车顶这一块的插扣，拉起来，把它伸长，下方的这2个边缘稍微的往开张一些，旋转个180度，腾出来空间。然后这条腿部的变形，这一款的设计啊就是这个样子，前边的裙夹角先折起来，然后往下翻折，再把下方的这一块旋转出来。很多朋友们反馈啊，这一块在官方原版的时候就非常的危险啊。其实咋说呢，这个是变形结构根源导致的，设计逻辑就这样。咱们把这一块整个的往前推，中间的这个凹槽露出来，然后顺着脚踝侧面这里打开卡扣，把脚丫子翻下去，腿肚子的这一块，大腿的下半个双关节折上来，
然后顺着这里的插槽给它抠进去，里边的扣子对准。手感上面给我感觉啊，这一次 AT 的这个做的有一些水口削的还不是很干净，并且漆面很厚嘛，所以有一些插扣的位置啊显得特别的紧。这一块双关节往回挪，挪过来的同时，再把它往下压，形成腿肚子，包过来，侧面这里的扣子结合钉上，合金的脚踝。合金的脚丫顺着这个腰带啊，掰着后方往下滑动。倒是我手感上面感觉这个滑动的条比官方原版的要松一些啊，似乎更好推了。其他的扣子要比官方原版的紧很多。胸口上半个整个拉长，露出来腰部的空间之后，根据这个关节旋转个180度，挪过来，不要挡。胸板的这一块先折开，整体往前拉，根部有一个滑槽，拉出来以后旋转一定的角度，翻个180度，再把它立起来。根据下方这里的双关节进行隆胸，把它折一下，然后往回推，跟腰下边这里的2处扣子结合锁上。最后把脖子往前折一些，变成车型的时候它是往后仰下去的。最后来整理背包，把这个棍子插到背心中间去，扣上，然后外边的这一侧双段关节折叠一下，卡回来。通用器我们可以给它搭在车顶的中间，圆锯其实也可以跟这儿插着，后背进行收纳。整体来说一下把玩的手感吧，除了裙甲这个位置啊比官方原版滑动的稍微的松一些，方便操作之外，其他的一些卡扣在第一次变形的时候插起来会非常的紧，而且尤其腿部侧面能发现2个扣子在结合到车顶上面的时候啊，它故意把那一块的扣子的边缘削下去一个倒角，这个是出厂的时候就已经削好了的，可能也是为了方便在一起夹那个车顶。所以呢，在品控方面啊，料子是不错的，但是在一些水口的修葺位置处理的没有那么的干净，还有可能是因为漆面厚度的关系，导致了一些卡扣的变解，这些地方有待加强。除此之外的话，料子做的是非常不错的，手感上边上手的体验非常的好，而且本身钢铁机神的这个机设就很帅嘛，变形也并不是很困难。有一处就让我很不爽的，就是之前也发了一个动态嘛，其实这个裙甲是歪的，裤衩子一边多一边少，用肉眼看的话，这个边缘会变得窄一点，这个边缘会稍微宽出来那么1到2个毫米，这样对比一下是不是很明显？哎，我还说呢，这次裤衩子做歪了呢。但是当我拿出官方正版的这一款看了一下，啊，这个地方之前我拍这期的时候好像还没发现啊，也是玩家们反馈，这个裤衩歪应该是一个通病的现象，它中间的这个轴好像不太正，就导致了这边少，这边多。官方正版也这样，甚至连腰歪的角度都几乎差不多。我真的强烈怀疑这一次的数据又外泄了。你说你说这俩不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弟，谁信去？可能色度上边用肉眼看有一些细小的差微，但是不仔细分辨或者有一个正版对比的话，还真分辨的不太明显。另外在手感上面很明显 AT 的这个是要比官方原版的重一些的，同样是全装备搭载的情况下，官方的这个哇好标准啊，300克正好。AT 的这个352克，主要原因官方的这只脚是塑料的，虽然说中间这里是合金的转轴，但整个的脚底脚面这是塑料材质。AT 这个是整脚的合金零件，这一大块都是合金，也是导致了在车型状态下这一块的卡扣跟翅膀结合的时候非常困难。毕竟合金的张力没有塑料那么强嘛。还有就是合金零件铸造完了以后上漆，这一块显得很肉，漆面太厚了，就导致细节看起来很糊。右边这个官方原版在塑料件上边喷漆就精细很多了，包括尖头这里的散热孔跟官方原版的对比，
差不太多。面部的头雕，官方原版的这个锐度很好，而且嘴部的刻线会很深，棱角很分明。AT 这个呢，大体的样子是做出来了，包括脸的这个刀削状态，但是嘴这缝隙可能是漆面厚度问题啊，这一块也不是很深，嘴的轮廓不是很明显。其他方面做的还都是挺不错的。目前的正式价格还没有公布，也是听说之前 AM 的那一款价格公布过了。不过现在也是碰上了 KO 这边的竞品，相当于这两家又正面撞上了。我估计到时候应该也会有一个价格战之间的争端吧。毕竟现在钢铁机神的这一款补天式原版的已经炒起来了，而且确实品质做的相当不错。我当时说这一款就已经非常完美，这才是官方应该有的素质嘛。但现在呢 ，KO 版本做出来了，实际的效果也能做到原版的这个8到9成。其他方面主要就是在细节上面再好好的把控一下，工艺再精进一些，就这一点差距。哇，这个有点狠了。所以我一直在说啊，撞车是好事儿，两家做同样题材的撞到一块儿去，到了最后只能打价格战的时候，玩家才是真正获利的那一方。又或者说，在这其中都会找到前者的不足，在自身的上边进行一些修复，做出来更加精进的产品。前边的这款 AT 已经打了一个很好的样儿，我们也是拭目以待，看一看 AM 将来做出一个怎样的素质吧。那么大家觉得 AT 的这一款补天式做的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。这一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。